美军大规模对伊朗实施特种作战，它的成功率是0。你要有良好周边的基地，但我们都知道，美军现在在波斯湾周边的军事基地几乎被炸了一遍。你如果派特种部队进入，你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如何长距离深入。对于美军来讲，我认为风险困难度极高。特别我们发现，美国已经从欧洲、亚洲调了很多军事资源，集中在中东战区附近。就美军原来的预测来讲，哇，没想到战局要打那么久。观众朋友，我们还是从中东的最新局势带您关心起啊。那么根据最新的外电呢，我们所知道的是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还有美联社他们最新报道说，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传出遭到攻击。另外呢，就是在最新的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板上面呢，杜拜国际金融中心啊，在周末也传出了遭到伊朗无人机的残骸给击中，还好呢，只造成了建筑物的外墙轻微损坏，没有人伤亡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引起了海湾国家的不安。好，这是杜拜国际金融中心。因为无人机它没有直接的去冲撞，但是呢，遭到碎片的一些波及受损，玻璃的外墙破碎，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画面。那么现在呢，针对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击来出兵攻击伊朗呢，已经超过了2个礼拜了。现在关键点就在于美国总统川普他的态度，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3月14号，川普表示他有信心，在美国跟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之后，伊朗人民会起而推翻神学式的政权，但这可能不会立刻发生，因为根据美国的剧本想定是发动大规模空袭，然后人民起义推翻政权。川普的口径这几天呢也一直在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川普在众议院共和党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先是说这场战争是短期行动，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但随后呢又宣称说赢的还不够多。接着呢，他也呼吁伊朗的领导人无条件投降。但是伊朗最高前领导人哈米尼的心腹就是负责现在在辅佐新任接班的穆吉塔巴的这位国安会领袖，叫做拉尼贾尼，他则反向美国。他说呢，伊朗这个甘愿牺牲的民族不怕美国人空洞的威胁。好，那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呢，也就是呢，在这次的军事行动当中，根据 BBC 的报道有美军伤亡，而且呢，这架 KC-135的空中加油机呢，在伊拉克的西部失踪，应该是坠毁。那在上面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报道刚才 Russ 有特别帮我们更新了一下，是有 6 killed， 也就是有6名美军不幸丧生。好，那现在种种看到打到今天已经超过2个礼拜了。好 ，Russ， 我先请教因为目前为止有不少的战略分析专家也认为，这次的行动，美国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战略上是失败的，你同意吗？不同意。怎么说？怎么这么早说是战略上是失败了？因为还在打仗，还在空袭伊朗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比如说，伊朗政府会投降，或者你刚刚有提到有这个人民起义的可能，这个也不能排除。所以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那目前还太早，真的是不知道。那川普会他目前打算打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我们也都不知道。你怎么看川普现在的口径一直在改变他好像就是看见钞摘钞，是这样。不管是哪一个议题，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就是看形势说话，是这样子吗？重点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刚刚说的他的说法的确是有改来改去。那他真的要推翻这个升学人士这个政权，或者鼓励人民起义，或有其他的打算，比如说义军投降就好了。我们目前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觉得川普在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行动之前，有先设定好一个更明确的计划表，或者是执行进度表？至少要处理核武跟远程导弹。这个很明显有这个计划。但是有关伊朗的，比如说石油设施或政权等等，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川普有什么想法，真的不知道。那你怎么看说？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最新，就是包括伊朗的攻击行动已经不只是针对就海湾国家的美国的军事基地，现在也包括了一些非军用的设施包括像是这个
杜拜的国际金融中心，虽然不是直接命中，但是呢，已经造成了不安了。这是非常很笨的选择。你这样你就会引起波斯湾国家不管是政府或人民的反感。这样不会给美国间接压力吗？完全不会。本来我个人认为，本来这些波斯湾国家政府先不讲人民，但是政府是支持美国跟以色列的行动，虽然不能公开说他们支持，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非常讨厌伊朗，也不希望伊朗有这个不管是核武或远程导弹，所以其实他们是很支持美国跟伊朗的行动。那伊朗这样做，轰炸不管是办公大楼、住宅、饭店等等或公共设施，那就会引起政府越来越愿意公开支持美国跟以色列。人民也会支持，所以这个是伊朗很 stupid， 真的是非常非常笨的说法。好，这个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纪文兄，你觉得会给美国压力吗？我觉得美国的压力其实随着这个战局这个持续这个往下走，它的压力一定是越来越大。对，不只是在战场，那瞬息万变的形势。特别我们发现，美国已经从这个中东以外，包括欧洲、包括亚洲等地区调了很多军事资源，集中在中东这个战区附近。显然就美军原来的预测来讲，哇，没想到战局要打那么久。那再加上战局打越久，通膨、全世界经济的压力、危机等等，我想对于川普来讲，他这个压力是不只来自于美国国内，连外部国际给他的压力也很大。因此之前预想的这种快打结束，显然和目前的发生的状况是有严重的误判。所以说，如果你是伊朗的话，因为现在伊朗对他们来说战略上就是拖下去，会怎么打？我当然就是持续目前的步骤，就是不断用这个自杀无人机，特别这种小摩托，便宜、管饱、管够，然后给你带来无限的这个困扰，让你这个深陷中东的整个战局，那消耗你美国国际的这种声誉，消耗你宝贵的这种军事资源，那拖下去的话，就以拖待变。那我想，对于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三方来讲，谁最不耐拖？我想最不耐拖就以色列，再来就是美国。我想伊朗在这个部分，它是很有打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本钱。对，草鞋的就是不怕穿皮鞋的哈。最近这个在谈到伊朗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哈，就是伊朗现在想办法的战略就是拖下去啊，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所以 Russ， 你觉得，因为刚刚提到说川普的口径他一再的改变哈，你觉得他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宣布说，至少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一定是讲美国成功的嘛。那当然他最后还会说美国是成功，而且他会说在他领导之下，美国就成功了，他一定会这样说。那这个要看不管是几天、几个礼拜或几个月，那要看伊朗的军事能力还在还是越来越没有了。那目前好像是还有这个能力，还有反击的能力，但是过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还有吗？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了，因为他们用完就能。他们真的是很难补了。那你说美国用很多军事资源，甚至要从亚太地区调到中东去，但是美国还是有这个能力，生产的能力有，钱是有的。但是伊朗打一阵子会继续有能力继续打吗？我觉得拖一阵子伊朗就没有。你觉得伊朗已经没有能力打了？我个人呢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重点忽略了一个点，就是美国现在今年11月要期中选举。所以呢，这个川普呢，虽然提到说在国外的那个碰到了反对声音，还有国内的一些一些反对的声音，可是现在川普内心呢就念之在之的，倒不是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或者能不能打赢，会不会能够遂行他的目的。他现在担心说这个战役对我的这个11月的 midterm election 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影响？影响到多大？所以呢，我觉得任何的我必须要这个冒昧提到美国的政客，我想 Ross correct me if I'm wrong， 美国的政客啊，他没有什么那个道德的标准，没有什么那个民主正义的那个一个目标，他完全想说我能不能够获选，
已经选上，就说我能不能够连任？所以大使停损点必须要设立来。那所以这个时间点，你觉得呢？因为现在川普已经讲了4个礼拜嘛，现在已经打了2个礼拜了，还剩2个礼拜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美国有句话就是说 ，You win the battle, but you lose the war。就是说中文翻译就是说你赢得一个战役，但你输掉了整个战争。所以我个人觉得，川普现在已经是进退啊失据了。他当初判断说很快的速战速决，因为他尝到委内瑞拉把那个马杜罗活逮那个甜美的那个经验，他觉得可以套用在这伊朗方面，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他觉得把那个，我觉得他的败笔就是把他的那个宗教领袖给炸死了，而且把他全家都死，只剩下这个继承人。他的儿子，他上来之后，你想想看，他的这些宗教一个神教的一个组织，一个政治呢，他能够会宽恕美国。所以美国现在想要退的话，川普想要收手，恐怕也很难。对，现在就是看美国接下来的行动会是如何。除了加大空袭的力道以外，根据卫报的报道呢，多名以色列国防跟情报官员也表示说呢，如果伊朗新领导阶层能够撑过美军一波波的轰炸，维持对于权力上的掌控的话，那么这场冲突能不能成功，或者是说美方就宣布结束，然后呢，最终可能要取决一个关键因素440公斤的浓缩铀，因为呢，这批浓缩铀在2025年6月，当时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午夜之锤的空袭行动当中，被藏在一座山体底下，440公斤的量足以制造超过10枚的核弹头。如果还留在伊朗境内的话，德黑兰方面可能会借此加快研制核武。那美国呢也正在派遣就是正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要进入伊朗来控制这批浓缩铀，但到目前为止呢，一直都还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以色列官员表示，这场战争呢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局，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彻底改变中东，并且带来更好的局面。好，现在问题来了。一直说要派遣地面部队，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实际的行动。要控制这440公斤的浓缩铀，当然要面对非常大的风险。我们在上礼拜已经讨论到，也特别请教了就是纪文兄，地面部队进到了伊朗，他真的面临了真的是高风险吗？他最主要考量的是什么？我认为地面部队如果在这个伊朗海岸附近进行一个这个夺取桥头堡。这个风险其实还可控，那相对成功率比较高。但如果说对伊朗的核设施，就是午夜之锤攻击3个地方嘛，我们知道就是福尔多，还有这纳坦兹，还有伊斯法罕，这3个包括浓缩铀储存设施相关的加工核有关的这些工厂，其实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这3个地方分别是距离大概100公里。这个200公里，还有350公里左右。是我们从地理上就知道，它是属于伊朗中部，而且周边都是高山。因此，你如果派特种部队进入，你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如何长距离深入，而且你要确保你有良好的后续补给。对，那这个对于美军来讲，我认为这个风险困难度就极高。那我们打开过去的历史，美军大规模对伊朗实施特种作战，它的成功率是0。大家都知道，1979年当时派特种部队要去解救美国这个驻德黑兰使馆这被关押的人质，当时其实是对美军来讲一个这个军事灾难。这些特种部队在沙漠因为各种意外事故，其实弄得灰头土脸，被迫快速撤军。那因此。我不能说美军如果经过稠密的计划，他夺取这些核设施里面浓缩铀，成功几率怎么样？但风险是极大极大。对，而且大家知道，你如果从事特种作战，你要有良好周边的基地。但我们都知道，美军现在在波斯湾周边的这种军事基地几乎被炸了一遍，包括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各种设施等等。因此，对特种作战来讲，它的攻击发起的有力据点和基地，目前存在很大的问号。你派航母或者2栖攻击舰，距离又过远，因此如果要派特种部队去夺取，我认为它的风险实在太高。而且如果一旦失败，对于川普来讲，今年的选举可以说不用选了。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3月底4月初即将要登场的这个川习会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呢3月底预计
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就会到北京去访问。那美国财长 Bessent 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考虑在川普出访前对中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方降低向美国的敌对国家，比如刚刚提到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呢，来购买原油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交换条件？比如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台海议题，会不会在中间有一些交易的筹码？那《华尔街日报》也透露呢 ，Bessent 最近他就私下咨询了多位前官员、企业高层，还有政策分析师，希望中方趁着这个时候，就是中东发生战事，那就改买美国的原油跟天然气。另外呢 ，Bessent 也考虑要求中方降低对伊朗的原油进口。不过，同一篇报道中也指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可能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呢在反对台独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所以3月底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习川会中方跟美方双方各自的盘算，请教委员。我先补充一句，讲了伊朗战争，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战争打2个礼拜以后就会结束，然后伊朗就投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战争会从这个所谓的战争就冲突 confrontation， 这个 conflict 会变成 confrontation， 而且是长程的僵持。僵持中呢，偶尔也会有一些飞弹，也有无人机，有一些轰炸。但是主要的战争，我认为就是过去，就是那种大规模对。最重要是因为美国你也没有能力去占领伊朗，你连地面战你也不敢打。如果敢打，你干嘛找库德族？没错，自己能打架还能够找人来帮手，他怕伤亡，对不对？那伊朗也没有办法让美国跟以色列停止这个战斗，所以这个会僵持，但基本上就大战过了。至于讲到这个川习会，我认为他们是一定会见。因为双方都有想要一些东西，但是你说他这个川普会不会在军售上面对台湾的军售上面，然后呢，这个对习近平让步，而且做重大让步，说我本来要卖的，现在就不卖了，我觉得不会，他会把这个决定会推给国会，说国会已经通过了，我没有办法叫这个回头啊，那可能1-2项的军购，他就让延迟推后先过个一阵子，然后再给我们，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很大让步不会，不过这种所谓的这种领袖高峰会，他们的见面基本就是一种交易嘛。这国与国之间通常就是一种交易 ，give and take， 我给你一些，那你要给我一些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是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要的就是你多买我的石油嘛，你多买我的东西啊，买石油买天然气啊，现在反正那个荷姆兹海峡问题也很多啊，对，是不是？稀土你一定要卖给我啊。对不对？然后你还买我的大豆甚至玉米啊，这你都答应过，你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兑现就这样子。川普不会轻易低头，原因是他认为说，我在委内瑞拉多漂亮，把人家总统都抓到美国要审判了，然后我在伊朗，你看我把伊朗都差不多都打挂了，所以他现在是志得意满、很猖狂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大陆这个低头呢？不会。但习近平也有习近平的底线，他毕竟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也不会随便说我好了，那我也同意，你就台湾问题就算了，我们也不要谈了。他还是会坚决、坚强的强调他对台湾的立场。是，那委员，那我请教您那您又怎么看？因为我们从去年看到现在最新的，就是委内瑞拉这个被美国攻击，美国这个把马杜罗给抓走以后，再来对伊朗跟以色列，就是他联手进行了这个军事行动。有分析也看到说，这2个都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断了中国大陆的能源供应这个部分。现在呢，又正好趁这个机会，叫中国大陆改买美国的原油。这背后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石油，它早就有做好一些，也有存量，它是多元的，去寻找这个来源说实话，你委内瑞拉，你又即使石油没有办法取得，我认为它会取得。因为委内瑞拉有欠他的钱，那美国就说，那你买，但是我不能用以前的价钱给你，我要卖贵一点给你了。那中国大陆只能接受。而且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办法买委内瑞拉，没有办法买你这个伊朗的石油它很简单，它就增加对俄国的采购。对啊，它还是有替代的。对呀，它有替代的。但是你美国说你不准买俄国的石油，那中国大陆告诉他，你可以叫印度停止就停止。你知道印度这2天又加强跟俄国要采购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就这样子就你不能让我不能活。而且我觉得伊朗的石油
荷姆兹海峡封锁也是美国很头痛的问题，因为经济如果出问题，他其中选举就会大败。他被大败，下个会期他就准备被弹劾。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他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荷姆兹的这个问题迟早也会解决。现在不是说伊朗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货船，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船经过我们不打就是了，对，所以它不会缺这个油了。选择性的管制哈。好，那现在呢也看到说，美国呢在这个能源啊、石油方面是不是有做好准备呢？因为这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哈，跟这个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已经累计上涨了将近21%啊。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他们的统计呢，汽油已经平均上涨了27美分，到达每加仑3.25美元。路透也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来应对，就是从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飙升啊，看得出一些迹象。美方是盘算要透过金融市场，而不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来影响能源的价格。那因为川普认为呢，军事行动优先于油价，所以最近看到他一派轻松、老神在在的感觉。能源金融界常常有一句话，就是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OK， 所以。陆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美方现在因应这个油价短期波动，因为一定是会上涨的哈，他们的做法是从金融市场来着手。没错 ，The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石油的价格啊是看它的期货，不是看每一桶的那个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期货的价格会影响现货的价格。那现在既然期货涨了21%，那现货更是涨得更多，我刚刚讲，甚至到了28%、35%这样的程度。那美国现在就大家传出来，就川普已经要求这个财政部长 Bessent 说，你是不是可以放空这美国的这个石油的期货指数？因为这个从来政府没有去介入过这个期货指数，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强，因为 Bessent 大家知道，他是来自于美国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操盘。是。他这方面非常精明，所以 Bessent 已经说他这2天会提供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期货涨的时候，那这些手上有油的或者没有油的，他可以去放空这个期货，然后去买现货，或者是卖掉现货去买期货，在这里中间套利的空间非常的大。那川普就想要用政府的角度去介入。去防止这个套利交易的持续发生，让现货的价格跟期货的价格能够趋于一致，所以他想要做这个目的。那当然，他可以比照上次2022年，他可以把第一 SPR 就战略的石油把它释出来，这也是一个方法。第二个，他可以去要求这些你玩期货的人，你的保证金我给你提高，我在监管的时候来给卡你第三个，他想办法把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给它解决，所以他有很多的工具可以采用。不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他说放空期货这个指数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案，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所以万一赔钱的话怎么办？前所未见哈。对，前所未见。但是川普能够做得出来，大量放空，而且大家知道，石油每一天的这个交易价格都上千亿啊。对。所以这个你要影响的，能够影响要放多少钱能够影响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了。对，所以这次美国对于这个伊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单方面的只从军事层面或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要去操纵或是影响金融市场的背后的盘算跟这个考量是什么，恐怕也是值得大家去深入思考的。那这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其实对于军武实战这件事情啊，也有多所讨论。这个舆论战打得凶啊，像是英国经济学人就报道说呢，这次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中国大陆制的红旗9B 防空系统没有办法拦截到这个美以联军的攻击。还有呢，最近几天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看到美军跟以色列空军出动了 F-35跟 F-22隐形战机，再配合无人机跟电战飞机啊，完全压制住了伊朗的防空体系，同时干扰到雷达，让伊朗的整个几乎是说瘫痪了，很难完成这个有效的探测跟锁定。好，那美军的有人机、无人机整合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最新的一个消息证实呢，空军的 F-35I 一架战机呢，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空军的，就是俄罗斯制的亚克130高级教练机啊，这也是 F-35系列从出厂以来呢，首度在实战中击落有人战机。那所以这代表的一件事说，任何武器强调它再厉害，但是实战说了算。
所以这一次，如果说美方强调伊朗所使用的包括像是东风、红旗防空飞弹不管用，缺乏实战的意涵，但是我们也看到2006年正式出场的这个 F-35啊，到了这一次，到了刚刚所说的这个 F-35I 击落了伊朗的高教机，那它所凸显出的战略意涵又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有2个层面，就是第一个到底这个红旗系列的这个防空导弹到底管不管用？第二个是 F-15的这个F-35的战力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这个红旗9B 这个防空飞弹，其实它搭载是 JY-26雷达，那这个雷达其实是针对逆中战机，没错，它是长波雷达。那雷达的运作的困难是说你反射回来的波要越多，我越能精准的定位你在哪里。可是问题是现在逆中战机它包含涂料还有反射的这个角度，其实算过，所以在雷达上面，以 F-35来讲，它的大小大概跟一个就是它能扫到的截面大概跟一个高尔夫球差不多大。F-22大概是1块钱硬币这么大。那传统的 F-16你大概会看到一台汽车这么大，所以你在这个逆中的技术进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雷达应该非常难扫到，包含他们自己要回到自己的基地，他都要把他额外开一个开关，让他的塔台可以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许不是在雷达没有用，而是现在的科技的确太进步。那这个雷达长波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扫得到，但是它抓不准。短波雷达比较有办法抓到比较精准的坐标，换句话说，看得到它打不到，这是一个问题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全世界大概不太有国家可以完全的解决哦，因为科技实在太进步。是。那这一次的以色列跟美国算是一个奇袭啦，2月28的时候突然打，所以我想任何国家在完全没有准备的状况底下，要能够启动它防空飞弹，我觉得都有困难。但是如果他知道要打，他可以配用一些比如说红外线的扫描，或者是其他波段的这种的定位，也许可以找到，但是完全没防范，我觉得难。那 F-35对 F-35其实它不是被设计来用来做空战的，它主要是逆中的攻击地面目标，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电子的征收，所以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空中战机，但它不是主要用来做空战。其实同样 F-22也很少在这个直接在空战里面击落对方的飞机，但是他们的这个攻击强度确实是很强，主要打击地面目标，精准又不容易被找到。那这一次的这个案例就是亚克130，它其实教练机，它可能有配一些武装，但是我觉得也不太能够完全定义它是一台战机哦。那也就是说，它被 F-35给击落，但这个不是 F-35主要的任务。所以在过去2006年 F-35问世以来，我们会感觉它好像很少击落飞机，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它性能不够，而是它被设计的时候，并不是被期待用来做空中的缠斗。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现在中东局势，美国这次攻击伊朗呢，除了聚焦在空袭，还有呢飞弹上的对抗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在战场上的消耗战。我们刚刚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时间跟弹药是一个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当然不可否认的，美军非常的强大，他们具有压倒性的这些空军跟海军的优势，所以现在呢，伊朗所采取的对战方式也有改变，并不是硬碰硬，而是另外一种战争的模式拖自觉。拖什么呢？拖时间、拖弹药、拖垮经济。这2天呢，在战场上呢出现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伊朗大量使用无人机跟低成本的飞弹。第二就是呢，攻击节奏变成了高频率、小规模，采取多点打击。第3呢，就是指挥体系采取去中心化的作战决策模式。而这套战略呢，其实是多年来伊朗所建立的马赛克防御体系它的核心概念是指挥体系去中心化，让各个小单位可以自主作战，多点分散打击。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指挥系统如果一旦被打击，各个单位仍然可以独立作战跟反击采取自己的作战策略。好，那这个马赛克防御还有包括像伊朗现在强调，在这1个礼拜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种标准的不对称的作战模式用来对付美国，让战事继续的拖下去美国真的是会难以应付吗？基文？
我认为伊朗这次这个作战打得有来有往主要是鉴于过去2-3年以色列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冲突所思考的一个新的应对一个模式而且证明是非常的有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以色列对包括真主党，包括对哈马斯，其实都采取一个攻击前的斩首作战这个新模式，借由精准猎杀来瘫痪你的对手这个大脑。那在去年这个6月的时候，这个12日战争，其实这个伊朗也遭受以色列这种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当时大家都这个还印象深刻，很多革命卫队的重要指挥官或者他核科学家，其实当场被击杀对，因此如何分散他的指挥体系，去中心化，然后扁平化，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马赛克的作战模式，变成他一个维持它基本国家运作和军事反击一个重要的应对手段。因此就目前来讲，已经把全国31个省划为这个31个军区，然后各军区的指挥官负有按计划实施反击和对目标实施攻击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能力。这个就让美国和以色列难以对这种31个就是军事这个点实施一个这个一网成擒式的打击，因此你瘫痪几个点，别的点还是可以有效攻击，就是单独作战。对，然后而且这个伊朗结合这个12日战争的经验，就是利用各种弹道飞弹、各形式的飞弹和无人机，大量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美军基地实施攻击，特别是对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实施攻击，这是和之前12日战争不一样的地方。但共同的就是以这个小规模、多频次、然后多点的方式攻击，让得对手难以有效实施这个防御和实施反击。那这状况其实就目前来看只要弹药，特别是弹道飞弹维持一定的数量，尤其是这种高超音速、这个突防性强的飞弹，还有一定的量，可以保有你的实时打击能力，再辅以你大量廉价、那管多可消耗的这种无人机，如果持续去应对的话，它可以把时间加很长。特别我认为无人机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关键，它可以遂行伊朗本身带有人民战争特色的一个作战的模式。人民战争以前大家说小米加步枪，现在人民战争变成低廉价、可大量消耗、可大量使用无人机，变成你的人民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对这个部分我认为伊朗在这个部分是有优势的。毕竟之前像见证者这种无人机，大家认为有效，而且可以大量消耗。那在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攻击和反击里面，也确实让这些国家平白耗掉大量昂贵的防空飞弹来进行拦截。这个策略我认为应对来讲，确实是他手上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王牌。对无人机的话，这个根据外媒的报道2万美金左右那跟你这个防空飞弹动辄几百万的，那当然这样划得来那所以就用这样的消耗战。所以刚刚静文兄提到的是，现在关键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看他们的库存。弹药的库存。那当然呢，另外有一个关注的发展就是全球现在恐怕还要小心的是这个战场它的效应会不会外溢会不会不只是在中东、在伊朗这个战地而已？那最近几天呢，美国境内也接连看到发生了多起大型的枪击事件，而部分案件呢，甚至被怀疑有可能涉及极端组织。因为最近听到了99岁的伊朗宗教领袖大阿亚图舍拉子，他就公开宣布，他呼吁全球的穆斯林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宗教圣战。而路透社也引述了德国官员的说法，指出伊朗可能动用潜伏在欧洲的休眠细胞展开报复的行动。所以如果是以宗教作为号召，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呢，如果有这种对于宗教极度狂热的，特别是极端的伊斯兰分子的话，在各地发动恐怖攻击，那这场战争恐怕就不只是局限在伊朗跟中东地区了。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担忧啦。那其实这一次欧洲在这场战争里面，大部分都没站在美国这一边就是因为它国内的这个所谓的民族比例的问题。那欧洲尤其西欧，它国内的总人口里面
很多国家它的这个回教徒的比例都已经接近10%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口构成的部分。而且更进一步就是说，这些国家，法国、比利时很多国家，英国，他们这些回教徒已经不是第一代移民了，他可能第2代，可能第3代。所以在上一波的美国这个反恐攻击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这种所谓的原生恐怖主义者，那个不是只有在这个中东地区，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所以原生是什么？就他在英国出生的，他在法国出生的，这很难掌握了。他基本上他不是拿着中东国家的护照，他拿的是英国的护照，他拿的是法国的护照，本身就是法国或英国的公民了。对，就跟那个回教原子主义的时候，那他出生那时候中国大陆那个维族，对不对？那个所谓的东突运动，他们也加入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宗教的动员的时候啊，或者是打圣战的时候啊。那你只要给他一些事证，有这个例子出来的话，他发觉他们是因为宗教原因哈，受到这个异教的迫害的话，那这种风潮就很容易被这个被点燃煽动起来，点燃。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我觉得欧洲国家，尤其西欧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态度很保留，就是因为这个考量。这是重要考量之一啦。那美国事实上前一阵在德州也已经发生了。也是一位回教背景的吧，那么他也进行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对于这些无差别在这种公共场合射击了。美国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美国境内的，基本上，可能他们在这个社会，尤其在川普执政以后对于这个社会的这种容忍度多元化的这种价值、多元化族群这种观念的某种程度感觉到有一点开倒车的情况下，我觉得会因为伊朗这件事情，再加上伊朗的宗教领袖这样子的一个动员的话，这个所谓的休眠细胞这个苏醒，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我马上可以想到，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对于全球旅游观光，这是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任何战争其实呢，刚刚也特别点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对于交战的各方呢，弹药的库存是非常关键的美国弹药库存呢，当然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呢，也在快速消耗当中。可是呢，你也看到川普呢，他最近的发文一个最新的发文，他说呢，他已经跟这国防相关的一些制造厂商呢，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会议呢。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大家说，美国呢，不用担心弹药短缺的问题甚至如果真的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就调弹药到中东地区就好了。但是伊朗现在采取的策略呢，被外界形容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战术，叫千刀万剐也就是不断的发射低成本无人机。那刚才纪文兄也特别提到了无人机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有呢，就是持续消耗对方高价的防空飞弹，把战争变成了一场成本竞赛。现在美国弹药库存出现压力这2天也波及到了南韩，因为根据韩国的外长证实呢，美方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美军的系统，包括像是这个萨德要来支援中东。我先问一个问题美国如果真的要调南韩的萨德的话，是南韩说不就可以了吗？还是我认为，如果美国正式提这个要求给南韩，南韩不得不说呀，毕竟他们是盟友了，没错。然后最重要的无法说不嘛，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就是美国了。所以虽然这个南韩总统是比较偏左了，那我认为。他基本上的态度，即使他没有公开说，他也是反对美国这次在伊朗的行动但是他不会那么直接，他不敢那么直接批评美国，可能性真的不大。他也要考虑到贸易方面，因为不知道，虽然他们两国有达成贸易协定去年就有了，但是川普已经说的很清楚，比如说西班牙最近批评美国，川普说会使用贸易方面的报复行动，来应对西班牙的批评。所以南韩总统也要考虑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有提这个要求的话，那南韩不得不同意。但是
如果因此而使得东亚这边的防卫弱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调动而已。暂时调动，这当然是暂时了，所以够久了就会调回到南韩，而且南韩国防预算也是一年到一年都是在增加了，不管是他们国内制造或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暂时调动这个系统。不会造成南韩的国防安全太大的问题，大家都也知道了。好，但是对美国来说，可以有这个算是补助吧，这个系统当然在美国正在中东打仗的情况的话，这个是算是很大的帮助。OK， 刚刚 Russ 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有讨论到时间的问题啊，那所以接下来你觉得美国的打法会是如何啊？因为时间会是一个越拖越久的话，其实对美方是越不利的哈。那当然，伊朗希望尽量把时间往后拖。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一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是在成本之间的竞赛。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呢如法炮制，就是呢用无人机，也是低价的无人机呢去骚扰跟这个摧毁这个相关的防空系统哈，是让伊朗防不胜防。那换作如果现在是美国陷入这个成本的困境的话。刚才基文兄有提到说，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就拼你这个400万美元的爱国者飞弹来拦截的话，美国自己的反制之道是什么呢？你觉得？这方面，我觉得川普说实在一点不在乎了。第一，今年的国防预算是有增加很多钱了，就是共和党国会议员配合，那所以预算上，我觉得川普根本没有这个担忧，所以他不会考虑到Patriot 的飞弹一枚多少钱这么细的问题，或者每天整个美军在打仗的已经有新闻说是每天多少钱呢？我觉得川普不会考虑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还是认为川普会看其中选举还有。整个情况，比如说油价有没有受到影响，然后中东国家是怎么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对川普来说，他认为这些国家虽然 relationship 关系是没有达到以色列那么密切，但是川普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他去年刚上任就去访问，对不对？他们都有投资承诺投资美国很多钱等等，所以川普也是会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就决定什么时候要结束了。所以他会看整个情况。好，所以 Russ 觉得成本不是问题，基文兄觉得也同意吗？我觉得成本对于美国，它还是必须要考虑的，特别是不只是成本，还有库存。美国它的目前工业生产能力能否快速弥补库存？尤其是美国是世界性的军力，它不会只考虑到中东地区、东亚地区，它要不要防御和面对和中国大陆的大国竞争。因此在衡量的这个同时，它不只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它的弹药这个安全库存，维持战备之所需。因此我认为这个相互牵动之下。那美国会更要求他的盟国，比如给予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要求盟国来分摊他一些防御。对，虽然像欧洲国家很多都说这不关我的事，这你美国自己事。但面对波斯湾国家，特别和欧洲也很有关系这些国家的要求之下，那目前已经有部分欧洲国家说我愿意提供一些防御，但这些防御是。海湾国家各自买单，还是欧洲国家自掏腰包帮你防御？这个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这个答案。对，但总体来讲，这个资金的支出或者成本，不只是美国，欧洲国家也是这个算盘打得很精明。